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陆。大家好，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未尝一败，哈姆杯实至名归，字母带领雄鹿夺得 NBA 杯冠军，雷霆 SGA 发挥惨淡，雷霆全队陷入进攻困境，三分球17中1。雷霆拥有更好的团队，而雄鹿拥有更好的球员。本次 NBA 杯冠军赛，雄鹿97-81战胜雷霆，夺得冠军。字母哥拿下3双，并获得本届 NBA 杯 MVP。哈姆也再次拿下冠军，他执教的球队在 NBA 杯战绩共计14胜0负，夺取2连冠。SGA 是新一代杰出的球星，但字母还是证明了他拥有更伟大的天赋。就像此前一直说的，当雷霆投不进3分时 ，SGA 难以额外增产，而字母哥就是能强行冲破雷霆的防守。从上半场的场面来看，雷霆一度是占据主动的球队，原因是雄鹿的外线防守是存在天然缺陷的，那就是利拉德、AJ 格林等人都不是防守强点。普林斯占着3D 的名分，但实际效果也就那样。这样的上线防守结合大洛佩兹等人的退防速度，让雄鹿在转换进攻的防守里漏给雷霆一大堆错位，从而使哈腾在罚球线附近的抛投命中率奇高。半场比赛结束，他5投全中，得到14分、7篮板、2助攻。而阵地战中，雄鹿上线防守的强度和手速，以及内线球员的移动能力，导致他们对防守站位之外的空隙无能为力。很多哈腾操刀的上线传导和向内给球就暴露在雄鹿的球员之间，但就是很少被破坏。因此，就算是雷霆的3分球完全失准，半场结束3分17投1中，命中率6%，仅 SGA 命中了1个，但是开发进攻的环节并不滞涩，无论阵地还是转换都能正常获得机会。反观雄鹿方面，全队的开发还是系于字母一身，在字母掌控之外的回合，雄鹿的开发质量其实十分一般。二当家利拉德上半场无论是攻击对位的多尔特，还是应对提前夹击，都难言优秀，也没有带领球队打出体型压制的效果。篮板和内线得分都没有占到便宜，也被雷霆的快手掏到了球。场面上雷霆的防守压制力起到了不错的效果，雄鹿也没办法把比分拉开，似乎只要雷霆找回手感，比赛就还有悬念。但是我却觉得这场比赛雷霆会很难取胜，因为他们的基本盘在于防守，高端局攻击力不足其实是常态，但是他们在防守字母哥这方面没有什么显著效果，甚至没有办法限制，因此反而是自己的防守基本盘不太稳固。对于哈腾以外的其他人，字母哥还是太大只了，即使是最敦实的杰伦、威廉姆斯、多尔特，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也很难阻止他压到镜框。而字母哥的比赛细节其实在悄悄变好，已经能反复执行掩护或出球后的要位，越来越会在罚球线以下观察防守，让球远离骚扰人并护球，争取到了更晚的合球时机。这2点结合雄鹿怎么也不算差的空间，让字母哥基本能稳定的对禁区施压。还有就是雄鹿在掩护上球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居然没有被雷霆在这一环死钳制。虽然禁区里字母哥还是要面对一堆快手，但个人的终结效率依旧，也能在吸引防守后给出外线或底线扣篮位的机会，因此雷霆还是暴露了他们的致命防守缺点。他们的阵容在面对真正的天赋体型时存在局限性，为了保护字母哥要位接球后的己方禁区，不敢上抢或绕前，并且没能给字母哥身前设置足够的障碍，结果被动的收缩轮转，漏掉底角的同时被字母哥偷了身后，甚至字母哥可以直接在防守球员头顶传球。卡鲁索显然是为了追求防守的选择，但结果就是雄鹿的战术传导让字母哥在罚球线以内拿球的方式更简洁，结果雷霆没有提升抢断数量，反而是让字母哥对位卡鲁索，导致卡鲁索多次把字母哥带到 SGA 的身边，让雷霆下半场的进攻进一步艰难。可以理解哈腾对位中锋而非字母哥，毕竟他是雷霆的唯一篮板保障，但进攻层面的资源贫瘠依旧存在。雄鹿基本拉满了大罗贝兹加字母哥加波蒂斯3人在场的时间，双高对篮板的压制在下半场逐渐抬头，但雷霆方面没试图拉满哈腾的上场时间，显然和24季后赛总在给极低上场时间一样偏保守的选择。雷霆下半场被雄鹿一波带走，首先是他们下半场的进攻确实没有本质改善， SGA 和杰伦威廉姆斯都是好球员，但他们本质是打辛苦球、抠辛苦
普分的选手，在增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必然有些球权流向多尔特他们。但是他们适合投这种球吗？当然可以说，雷霆本场的投射有失水准，这是他们偶尔进攻发挥不够出色的一场比赛。但无数的比赛其实向我们证明了，手感回调并不对每个球队都理所应当。建制资源决定了有的球队有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三分火力不足的比赛，而自己能掌控的部分才是基本盘。再谈谈 SGA， 如果球星对比赛的综合影响是一团能量体往球队这台机器里传送的话，那么越是年轻球员越应该是总量大而转化率低的类型。最经典的就是骑士时期的新秀勒布朗，技术没成型，思路也不成熟，比赛形态能量体还很混沌，但招架不住体量大，胡乱蔓延就顺着各种缝隙填满比赛了。越是老球星越会找到缝隙，在能量体逐渐缩小的情况下提升转化效率，然后维持一个与年轻时齐平或更高的输出结果。SGA 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年纪轻轻，但能量体在 MVP 级别里是最小的，是靠更成熟的寻找缝隙的能力维持了最终的输出功率。比如爱德华兹的能量体可能不比 SGA 小，只是转化率低很多。就是让人保存疑虑的是，他的能量体还能不能再大一些？如果不能的话，那他算是最强的几个球员吗？考虑到有些比赛就是没有那么多缝隙，需要球星硬实力站出来。单场决胜制的比赛，雄鹿极好的利用了自己的身高优势，这就是雄鹿最大的优势。因为雷霆即便派上哈尔滕施泰因，也就只有一个高度，但雄鹿有大洛佩兹，有字母哥，有波蒂斯，他们可以在绝大多数时间至少摆上2个拥有2.1米左右身高的球员。雷霆确实可以利用自己强硬的防守制造雄鹿队接近20次的失误，但是自己本场比赛的命中率实在是太难看了。虽然可以依靠着自己全队的积极性和中距离的准度，能够在上半场维持住比分，但是下半场对手3分稳住，进攻利用好自己的身高优势的时候，雷霆也就基本崩盘了，因为他们真的没有一个能够提供稳定3分的球员。在雷霆3分越投越不稳的情况下，本身就拥有身高优势的雄鹿队也就越打越有信心，防守也就越收越紧，雷霆的中距离和内线越打越难。但是在没有外线火力的帮助下，他们只能通过零敲碎打的中距离终结来维持自己的得分。雄鹿队本场比赛最大的幸运就是雷霆队既没有3分，也没有太多反击，甚至连 SGA 都没有发挥。雷霆队的3板斧全都砍不出来的情况下，他们的第3节和第4节甚至想要单节得到20分都非常困难。作为单场决胜的比赛，在偶然性更大的情况下，雄鹿这样拥有内线优势又拥有一定的运气加成的球队确实更容易取胜。但是雷霆显然并不是一个完全体，霍姆格伦的缺席让他们在锋线高度和内线防守上还是有一定的问题。试想，如果哈腾可以去防守字母哥，霍姆格伦去防大洛佩兹，那雄鹿还会有今天这样看起来极大的身高优势吗？大洛佩兹和雄鹿的外线还能拥有今天这样的投篮空间吗？还有就是雷霆今天灾难性的3分球命中率，在拥有很多不错空位的情况下，能投出全场比赛不到20%的3分球命中率，这是一个在当今 NBA 难以想象的情况。他们仅仅在3分线上就输给了雄鹿队36分之多，这让本身就身材劣势的他们更加没办法获得更多的投篮空间。回顾本场比赛首节之争，雷霆率先发难，以16-9开局抢占先机。不过雄鹿也很快在字母哥的带领下追上比分，一度实现反超。哈尔滕施泰因最后2罚命中，为雷霆夺回1分领先，结束第1节。4节双方延续拉锯战，雷霆受困外线手感，导致打得比较被动。整个上半场他们3分球17投1中，不过雄鹿也没能抓住机会。半场结束时，雄鹿51-50领先雷霆。休息归来，雷霆外线手感冰凉，成为隐患。这节他们3分7投2中，无法给对手造成伤害，同时最后3分钟里仅得2分的表现也直接拖垮自己。雄鹿这边开局送出18-7的攻势，一举拉开比分。3节结束时，雄鹿手握13分领先。末节之争，雄鹿越战越勇，轮换阶段连续飙进4记3分，将优势直接拉大至20分。这之后雷霆没能再造威胁，最终雄鹿97-81击败雷霆，夺得 NBA 杯的冠军。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请点点订阅，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